好，台湾要发展绿能，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现在看起来，因为利益很大，有很多很肮脏的事情在其中滋生。那我们看到的是冰山一角，包括今天有《周刊》爆料了一整篇的故事，说是外商用气诉2个字一边哭一边在描述，说我来这边呢来做绿能，差点就把命给丢了，还被黑道威胁。台湾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我们来看看。名绿能产业外商投书周刊表示，从2018年来台，历经6年磨难，彻底受够。代表世界流公司来台湾开发案场，竟然得找保镖，付约钱还要到警察局备案，并举例到中南部谈案子，在地势力和黑道分子第一时间热烈欢迎，到现场却拿出3瓶58度高粱，叫你干完才能走。我问你会怎么协助开发，对方只说帮你除草，让他觉得人身安全备受威胁，请马上跟我们联系。我相信中华民国是一个有这个民主政治，还有呢有法律的地方，而不是像他所说的，好像充满了这个黑道，然后充满了很多不当利益的存在。随后，警政署也证实，2021年8月至今，各警察机关共查获10件妨害绿能产业发展犯罪案，其中到案嫌犯78人，身份从农会总干事、里长乃至帮派成员。你说开88枪都没有这个光电利益，那就是讲唯心之论，没有招待，没有什么，他会把你搁置。他最常用的就是搞一个所谓海关法。我们有跟杂志的做一个联系，请最高检尽量把新闻稿来回应。防堵地方势力上下其手，只是证明绿能外商还透露，没有一个国家像台湾这样要忍受政策3天2头变动，法规定了不遵守，送案之后公务机关说卡就卡，没有理由，因为光统合单位就得耗上大半年，创造绿电蟑螂的利益空间。全世界都在拼绿电，业者们却弃守台湾，加速逃离，也是绿能发展的重要警讯。我们会了解他出走的原因绝不宽恕这种不法的行为。好，这是透过一个投书披露在这个周刊上面那我们不知道他是谁甚至可能有人怀疑他的真实性。可是因为它里头很多细节跟台湾的现状非常的接近这个我们刚刚讲很有画面，包括拿高粱啊来这个刮干净还有包括各种这个什么讲说多少钱啦那个。我觉得真的，大家还是有必要去深入追查这件事情后面到底有没有所谓的黑道。那我们看到警政署已经证实说，过去啦林林总总他们逮到的人，黑帮介入已经逮了76人，在光电业这个产业里头的一些蟑螂那警政署啊说黑道里长都有介入，可见不是空穴来风不是空穴来风。来。其实我还是必须要讲民进党进入了第9年执政，它是一个非常不称职的执政党。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包含到立院，包含到地方各个面向，到底为什么现在台湾进入了第9年民进党执政状态还是这么乱糟糟？我们还是要回归一个源头，谁执政谁负责，谁执政谁就要去负责沟通协调。但是看起来民进党现在在全面执政状态下，并没有做到这件事，才会造成到不管是地方也好，到中央也好，现在连外商都必须靠投书才能让大家看见光电弊案这块饼的可怕。这个很悲哀啊！如果今天就像赖清德总统曾经说的，台南每一个从基层到中央每一个卡称五规矩莫利拢灾，请问一下，今天这个外商他的投书真实与否，大家显而易见啊。我打个岔，他说他们有找过警察，这个外商，他说找警察也没有用。被压下来，他是这样讲的。是啊，所以卡称五规矩莫赖清德总统你知不？如果说今天连外商都要投诉到金周刊，我们现在要开始担心金周刊刊登这篇报道的人的安全啊。如果连外商他去谈了一个绿能开发在台湾想要好好发展的状态，都需要有保镖来保护的话，台湾我们在国际间是享誉国际的是什么？台湾的治安最安全，为什么来到台湾发展却需要请保镖？这很可怕啊！如果说今天我们的88枪、我们的光电炉渣案没有一个细节可以有突破，请问一下，88枪到现在有什么进展吗？炉渣埋到哪里？现在处理到哪里？有解决吗？
所以今天从上到下，整个绿油油绿到变成这样子，反而是让绿链逃之夭夭。这个让人家非常担心的是，全面执政、全面负责，真正该负责的人在哪里？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民进党有对这件事情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刚刚你知道我听到说，我们就发一个新闻稿，请他们要全面的来去盘查，来去公告，很悲哀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初我们的风力发电不是在国际我们去招标，国际招标，结果呢都退了，全部都退光光，全部没有外商敢来台湾，为什么？利益结构关系之庞大，没有人敢插手进来啊！插手进来，我是不是下一条我哪一天没命了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进入第9年的民进党的执政，作为执政党，我认为谁执政谁负责，这是最简单的政治 ABC。但是如果民进党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去巩固这一块执政该有的一个态度的话，我必须说，你看看美国的大选。直接就是民意的反弹，我觉得这是赖清德必须要非常谨慎跟小心，尤其是你们现在要拥护所有民进党的神主牌，现在不能以美论的状态之下，请问民进党你们的应作为会是什么？我觉得蛮值得继续观察。刘世芳他是我们的内政部部长，他说如果有这种事情，外商不管是台湾商人或者是外国商人，赶快跟内政部联系。他说：“相信中华民国有民主法治，并非充满黑道。”可是真的是很丢脸如果是真的的话，来，湘龙哥，如果他相信中华民国的法治的话，我相信就不至于到今天我们看新闻去谈这件事情。当然，我也不说新闻一定就是真的，但是我觉得民进党对于处理新闻圈的假新闻向来很有一套。那我觉得像新闻的指控已经是对于中华民国很核心的指控了。那其实我们就应该要具体的动作，让媒体呢可以把这些的讯息，它是犯罪啊，媒体所描述的是一个犯罪过程。这个已经不是单纯的新闻，不是在报道某个人的丑闻，它是一个犯罪过程。既然这个犯罪过程的时候，就有必要，就是说呢，把它当作是一个犯罪事件呢去侦防。在过去，如果类似这种新闻出来的时候呢，虚应故事呢就是呢检方他自案立案，那我们就看看检方的动作吧。就是你总要有些具体的动作出来。当然对台湾老百姓来讲，终究会有一个困惑。除了在2020年之前，2019年呢，因为是香港市事件，2019年以前，绿能呢在整个台湾的市场上面来讲呢，它就一直留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不只是在选举、地方选举或者说总统大选的时候呢，在股市当中呢筹经费的主要的话题，炒作的话题。2019年前炒的就是绿能，2020年之后呢，炒的都是医疗、公卫的这些呢，医材啊、疫苗等等，它就两波段。这是绿能是蔡英文第一任期当中的肯金的主要的手段。那我想今天大家在质疑这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所有跟绿能有关的，不管是政策，不管是人脉，不管是金流，以及呢绿能产业的落点，全都是绿的，全都是绿的。就是你不绿的，想要沾上边不容易啊，非常的不简单。所以在办这件案子的时候呢，要包庇，大概只有绿的会包庇，它有充分的动机。那我们就不知道，就是说，当绿能发展到今天，一边要反核，但是绿能呢遥遥无期的情况下面，同时这过程当中，使得许多呢比较震惊的业者，他不敢碰这一块，因为他觉得里面太黑了。太暗了，太脏了，你进去不小心摸到之后，你不晓得呢，隔一阵之后你会不会呢，就是检方的传唤的对象。现在许多稍微循规蹈矩人都不碰这一块，它变成呢是民进党不需要宣告，几乎是民进党的党营事业体系在经营整个的绿能产业，几乎就是这个样子。好，那当大家爆料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呢，就应该要认真对待。我回头一点时间，我刚刚讲到呢财划法在这个时刻，第一个我肯定就在野党呢在这个时机呢去发动财划法聪明，因为不管是时间地点呢都很对。他如果民进党要硬挡没关系，再撑个1年左右呢，2026年地方选举就启动了，就把它当作公投吧，让所有的老百姓呢选地方县市长的时候呢，大家就好好的来讨论一下每个县市的财划法。毕竟现在在地方上面来讲呢，蓝营强，
蓝营街基本上面呢，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何况呢，有关于呢地方跟中央的财化问题，是民进党呢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在地方包围中央的时候主要的诉求。这是民进党的诉求，经过20几年了之后，好像今天执政了之后，那个诉求就已经忘了，换了屁股就换了脑袋。今天的在野党有必要呢，在地方财政问题上面正本清源的去解决。钱从哪里来？我看只有一条件，你看看财划法呢，会从中央里面挪出来的钱，跟了美国今天要收的保护费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呢，只要两岸是和平的，不用交给美国的那个保护费呢，财划法就没有问题。所以要把这2件事情呢摆在一起看，两岸只要是和平的，不用再多缴保护费，那个保护费呢让地方政府好好做事情简单多了。今天的地方政府，台湾的地方财政是很糟的，我看到台湾的媒体一天到晚在炒作大陆的这些地方债务问题，台湾的地方债务问题才可怕呢。因此在面对到呢地方未来的作为的时候，避免即使是一个少数总统、少数执政的时候，都可以呼风唤雨。从财划法的下手是聪明的。好，我们接一下广告。好，经济部部长郭志辉前2天讲了一句话，他说云豹能源为了炒股讲了很多不该讲的话。哇，昨天股市应声大跌讲的是云豹能源暴跌8%，一度暴跌8%。尽管昨天台股其实是大涨的大盘是涨了超过200点。那就有人说，为什么经济部部长会点名云豹能源呢？云豹当然自己也会发新闻稿来说，没有，我们是配合政府政策，我们没有乱讲话，更没有炒股。可是郭志辉某种程度也是老实树还是他讲话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完全这个没有顾忌他说，我这样讲怎么会说是不实谣言呢？你这样讲很奇怪你的确你是不实的这个误导了投资大众你在报纸上面讲嘛，你在报纸上面有登嘛，所以股价就上涨嘛，我讲的没有错郭志辉又再一度澄清这件事情，他说你这些都有证明的云豹你喊冤也没有用，都有一些报纸媒体的报道。那讲到能源讲到光电，讲到绿能的弊案就不得不提这个人了，陈启玉跑掉了，他是绿营的大咖没有错吧？他做过这个立法委员，也做过这个高雄市的副市长，现在人不见了。南检其实最后抗告成功，把其他4位被告都已经羁押了。可是我们看到包括这个有很多乌龙事件，南检在办案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也有人怀疑是不是在纵放他。让这个陈启玉这个所谓的主嫌逃掉了所以现在司改协会说应该要追究检方的行政责任绿营大咖他落跑，谢龙介早就讲了，10月23号在立法院他公开质询说，我接到线报，我听到台南地方的消息人士说，有人要落跑了，要贼汤要偷渡出境了，结果那个时候法务部部长没有处理，结果真的让人给跑了我们看到这个郑明谦今天说南检有掌握，人还在国内，不过各种消息说他可能已经做筒子已经落跑到这个柬埔寨各个地方现在大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先回一下郭志辉郭志辉我这2天都咨询他，包括今天昨天他这个东西他以为他大老板大话师他讲话很嚣张的，对立法委员我觉得他是不够尊重，而且他对他的那一份部长也不够敬业，问他什么都不会。然后呢，大家都很关心这个川普说要课大陆以外10%以上的关税，他说没有关系。我说那你的从业以前从业你毛利多少？8%。我说那课10%不是惨了吗？他不会，我就转嫁。这个话都随便讲说大家都觉得说课关税不得了我如临大敌我这个成本增加很多。他说没有关系，他怎么会这样子随便讲一下？那他为什么说这个云豹的事情？因为他就没有经过仔细的评估，丢出一个东西，说我们在菲律宾盖绿电厂，然后透过海底电缆，然后呢
来台湾，那他讲这个事情，好讲这个事情呢，讲了人家不是轰了要死，他就道歉了嘛。道歉，结果人家就把它连在跟云豹连在一起的，说云豹6月份就去设厂了。那某种程度，你是不是图利云豹？所以这个事情他就很紧张、很生气，所以他是直觉式的去骂云豹。老实讲，他没骂云豹，炒股也是讲的有点 over 了啦。你这个讲人家所以觉得云豹也蛮衰的。衰了，就是为什么？就是只是因为说他在6月份在菲律宾设了电厂。然后呢，你现在就说我要从那里带过来，人家说哦，那你不是跟他连在一起？那你没有想到说海底电缆一拉1500亿嘞，这个成本这么高，就他怪云豹乱讲话，对他怪云豹乱讲话，然后怪人家炒股。我觉得云豹有点衰，但是郭智慧有点心虚了，才讲了这样子，他讲的话是没有必要的。最后一个我要讲一个陈启义的事情了。就很清楚，大家知道嘛？这都是南检跟南院合起来演一出戏，把他放走啊！你说他是不是要放到国外？那你们是干什么？吃饭的？我们的检调，我们的警政单位多厉害啊！怎么可能放他走？那怎么会这个样子？那说，可能在国内，那就是有人包庇呀。在国内有人包庇，在国外也是包庇，这个东西很清楚，南检跟南院都要负责任的。是，其实而且这个谢龙介还说，还有更大咖的绿营人士在后头，然后那个人也要跑。更大咖是谁，我们也不知道。来，我想我从陈启玉的事情先开始讲了哈。陈启玉他之前做台盐的董事长。那包括下面有个台盐绿能这个公司，其实台盐绿能这个公司，陈启玉在运作的时候，就当时行政院其实就知道陈启玉有问题，所以这是为什么当时苏贞昌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是主动请他离开，甚至其实后来经济部也是主动移送陈启玉，这都是这个阿宝委员很清楚，经济部是主动移送陈启玉，但这是前段，但我必须说。这几天发生，大家现在找不到陈启玉的事情。我说实话，我认为南检的这个漏洞或者是疏失啊，我认为会对于整个法务部的这个公信力会有很大的伤害。我必须诚实的说，尤其是在一个社会瞩目这么高的案件里面哈，那我自己是希望赶快把它找到。我自己是希望赶快把它找到。好，那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都在看。那而且其实就民进党来执政党来说，它就是一个有问题的，或者说过去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其实陈启玉过去其实游走在不同的派系之间。好，那但是我要说，其实现在他也没有什么在民进党内部是什么派系，其实倒也没有。我很坦白的说，大家这是一个有问题的操守也好，他过去做的事情就是有弊端问题的人，其实就是应该把他除恶务尽，就是应该把他给处理下来。第二个是刚才讲到这个郭智慧说云豹的事情我自己的看法是，到底云豹有没有炒股？坦白说，炒股这件事情这是一个不合法的事情。我自己觉得，有的时候郭部长有时候会忘了自己现在是经济部长哈。如果当然，我云豹到底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不清楚啊，这是他的商业行为。可是当确实你讲说他炒股的时候，人家就会问你说，那你有没有法办？后面你有没有追究法律的责任？我觉得后面就有一连串这件事情。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有时候郭部长不管他的初心对不对，或者他也只是他对于这个事情的也许有一套他的认知，这都我不否认，但是。什么话适合一个部长，尤其是掌管台湾产业的这个主管机关的部长讲，我这件事情还是必须要多小心一点。是，民众对司法其实已经没有信心了。经过陈启玉这件事情之后，大家对司法更加觉得没有办法信任哦。所以你看到这个标题写司法开后门，陈启玉。哪有不跑的道理啊？要是我也要跑啊！我们看到有很多媒体在做后续的报道，包括如果他是做筒子偷渡的话，有可能从哪边跑？最可能的地点，如果是南部来说，是包括台南的安平港、高雄的新达港和中云港，以及屏东的东港和丰港哦，这几个点都有可能。而且他要花多少钱呢？至少500万元起跳。我们来进一下广告。
近几个国营事业的董事长被离职，而且被离职的很难看哦，包括这个施俊吉，他是金联公司的董事长哦，过去他是小英的爱将，你看到他做过行政院的副院长哦，其实是蛮高位的，可是他无预警说，你走哦，他就说我是挡人家的财路，所以话讲得非常直接也难听哦。我们看到交接典礼过后哦，据说啊，行政院有帮他安排其他的位置。施俊吉说不用了哈，我要退休走人了哦。初衷已经达成，就很高兴了。中间还有什么故事呢？我们来看看。4年前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4年后。我一样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这里。金联是国家资产的管理者，不是所有人，无权妥协任何地方议员和中央民代的压力。董事长的任期可以被随性剥夺，国家资产不容随便贱卖。吕正章一上任，争议不断。虽然保证自己不会图利他人，一切公开透明，但过去担任农业处处长的他，与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交好，被归类为赖友友。他则澄清自己是台友友。其实我是台湾的好朋友，我在法国也在行销台湾，所以我应该是台友友。不止被质疑能出任最年轻董座是靠关系，弟弟吕正业也因为掏空案被通缉。难道当初这弊案跟自己真的没关系吗？你不能选择你的兄弟姐妹，弟弟确实我已经很久没跟他联络。我们在08年分家，各自独立，过度的牵扯联想，我想到此为止。施俊吉呢，过去他做过学者，也做过行政院的副院长，那大家把他归类为英系的，可是他不是民进党党员哦。他自己说，我在金联4年哦，我从股市赚到19亿，我的表现很好啊。哦，那我的去职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并且讲了一句话，他说国产不容践踏哦，你不能拿国家的钱哦，赚国家的钱，不能凯这个国家之凯，慷国家之慨哦。那某种程度有一些故事在里面，当然他有咬说苏治芬，那后来大家慢慢厘清，觉得苏治芬可能有一点点扫到红台 boy， 因为苏治芬曾经用过这个人，就是新的董座吕正章哦，66年次的吕正章已经变成了台湾金联的新董座了哦。他说我先向施俊吉董事长鞠大躬，你看到90度的大躬哦，说是小萝卜头卡肥缺，可是我这个萝卜啊越小越好吃哦。说我自己是台友友，过去他在业界工作过，曾经在中国大陆也有一家公司工作过，所以他说我在业界非常灵活，我为台湾争取很多的曝光的机会哦。讲到家族争议，大家知道他的爸爸。他的弟弟都因为掏空一些这个公司的资产弃保潜逃了，现在人都在海外了，他就有一点低姿态的说，我没有办法选择家人啊，那是他们做的事啊。可是包括王宏威其实有找出这个他的家族事业里头也有他的影子。他有争议，然后很年轻，没有相关的金融背景，可是被 assign 到这个位置。外界的说法或者是很多的质疑，排山倒海的来请教。我觉得酬庸没有关系，好，就是这个分封功臣啊，帮忙的人啊，让他有一件事情可以做，我觉得这个政治常态。那过去呢，其实蓝绿各党都有，但是你要酬庸的对位置。如果说这个吕正章农业行销这么厉害，我们农业部相关的这些单位里面，多的是地方可以发挥长才啊。我们在台湾的农业不是要走出去吗？不是要跟中国大陆切断任何关系吗？他过去对行销云林的农产行销到日本很有成绩啊，虽然后来成绩昙花一现，但 anyway 他是农产行销的点子王，媒体这么称呼他，包装王，那就去做农业的事情。今天没有人会去没有人去 complain 这个事情，那你就去搞一个金联公司。那金联公司是做什么？是把银行的坏资产在这家公司里面去做一些处理。然后呢，重新打包上市，或者重新回到资产市场。那本身就要金融业相关，或者我对法规比较熟悉的人，那做这事情才比较适得适所。那你看，做过去半年来，很多人都是被吴玉警策换的，像那个台湾车辆，这是比较小的公司啊，但是新北的那个轨道车就是台湾车辆帮他打造。那个谁，当时是谁？
当时的立法院的副院长，南投的立委蔡黄郎，他去做的，他做的还不错，很有成绩啊。然后我们像我们的捷运公司等，他都做很主动的行销，希望能够购买他的车辆。结果是吴玉景策划啦，其实前2天告诉你不必来上班，还有圆山饭店的董事长，那个谁的人马，苏贞昌的人马，一样啊。吴玉景策划啦，他叫你不要来就不要来，就换自己的人啊。那更不要说之前。台湾烟酒公司的董事长也是被吴玉景策换，而且策换是跟你台湾烟酒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然后也不是从基层起来。那所以所有台湾烟酒的基层还有他的工会都很莫名其妙，说这个人从哪里来的？原来是赖清德的大条阿卡的什么女婿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你让人家觉得摸不着头绪。所以我觉得在这段期间里面，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的去同情这个。台湾金联的这个董事长被策换的人，我们也不特别同情他。但是你说，你就看得出来，你如果要去做一些推荐，要去做一些分封酬庸，我觉得那基本上乱了套。是那乱了套之后，大家就觉得就是莫名其妙，而且没有专业了，没有专业，真的，你就如果是酬庸有专业的事情，坦白讲，大家就算了啦。这个郭正亮其实爆了一个内幕啊，他说施俊吉被下台是。蔡赖情节的延伸因为施俊吉是蔡英文的人，我们刚刚讲过了嘛，他在蔡时代多被重用做了很多重要的位置。那赖清德上台之后呢用了这个吕正章是总统府的秘书长推荐的。亮哥是这样讲的是谁推荐的呢？潘孟安推荐的，因为过去吕正章这一个人曾经帮潘孟安在当屏东县长的时候行销这个柠檬。然后很成功所以跟这个潘孟安有交情，这个又是2个人的情节的一个延续吗？那我们看到包括王宏威刚刚已经讲过了，他说台金联人士的内幕，卓荣泰有抗拒，可是不敌上意，这个上意是谁嘞？可能就是潘孟安建议总统，总统就点头了，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个看起来大家觉得很奇怪这个施俊吉。他原来赖清德的副手啊，他当院长，他当副院长啊，照理讲应该是很有默契啊。你再怎么样的话，他选择他当副手，那现在来讲呢，就不要他了。那这个东西要给个说法，那可见的说法，人家不满意嘛，因为他现在又赤裸裸的公开讲了，说有党人财路。所以原来那个什么北斗这个云林那里，北港那里有一块土地，然后应该有30几亿，结果你要弄变成10几亿，那么贱卖这个资产。金联公司是什么？金联公司是它是一个等于是 AMC， 就是这个银行有不良的债权，资产管理公司就资产管理公司。然后呢，就给他收购，他把它收起来，然后再去卖。金联公司做这个事情。所以有人讲说，哎呀，这个东西跟这个银行没有关系，也不需要银行专业，怎么不需要呢？你看到今年的股东结构，他的董监事通通是各家银行的，因为银行有投资啊。所以来讲的话，当然需要金融专业啊。就在听那个吕正章讲说，没有金融专业没有关系，怎么没有关系？这属于 AMC 多么敏感的事情，不良债权呢？你处理的不好，里面有背信伦理等等的，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整个情况就变成说，他是赖清德的，如果讲的话，形容是不是对？我不知道，旧爱。副院长啊，难道不是旧爱吗？施俊吉啊，现在变成有新欢，吕正章是不是？一个是他副手那怎么大家就觉得奇怪说，赖总统他的以前的副手就这样子把他甩掉，搞不好他以前就不喜欢他以前就不喜欢，那怎么当副手当这么久呢？因为蔡英文喜欢他。来，湘宏哥。施俊吉是一个一般认为啦，就是他是这种的财经专业形象跟学者气息比较浓厚的人。那平常也不在新闻的热点上面，也不太在一些泛政治的这种的讨论的场域里面，你很少跟他讲话。但是他在当行政副院长的时间呢，是赖清德最不乖的时候，被活生生的从台南叫上来接院长。我们都知道赖清德曾经抗拒非常久，那接院长，但是接院长的同时，把施俊吉放在旁边，一方面表面上来讲是说，因为副院长多半要有点财经专业，可是蔡英文那时候跟赖清德虎视眈眈的，就怕赖清德出来拼总统，
拼党内初选，所以施俊吉在当时就被认为是蔡英文刻意安排在行政院里面的监军，就是所有你赖清德要做的、要执行的政策的人士，施俊吉都看得到。要说他是他的副手，我觉得把那副手看得太轻易，那个是赖清德最不乖，然后呢最有挑战蔡英文机会的时刻。好，但是如果要低估台湾金联，把它轻描淡写的讲的好像没有多重要，我不认为台湾金联非常重要，它平常被讨论到的机会不多，但是不难，大家去看看台湾金联的网站，他在看台湾金联网站上面都是房地产广告，都是呢共享办公室的广告，都是呢平价社会住宅抽签的广告，都是呢资产出问题的时候包装再处理的广告，那个跟很多人的关系呢就很深了。我看里面它也可以有很深的水，因为一般人不会进到太细节、太个案，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企业就不懂的就是说，那为什么是吕正章？我不知道吕正章不好，因为我也不认识他。那长得帅，希望不要是下一个林志坚，但是就是说，当你今天要接的时候，会让施俊吉当然可以讲得更清楚一点，你到底挡了什么财路？我也不喜欢一些政治人物呢，每次走的时候呢，就是说撒一泡尿，然后又不告诉人家说呢为什么，就是你尿就尿干净点，让大家知道一下呢，到底挡了什么财路嘛。那这样子大家就容易的follow下去，因为派一个没有专业的人来取代一个专业人的位置，对那个人是最大的羞辱。你今天如果找来的是一个也很有专业基础，然后呢，我施俊吉也觉得，这个年轻人是不错的，或许对我来讲还没有话讲。你找一个我根本就不服的人在这时候呢，然后来顶替我的位置，那除了对我不爽之外，那还有什么？类似这种的事情呢，其实从赖清德上来之后呢，层出不穷。我们在刚刚在讨论川普的时候，你知道川普的在网络上面有一个，就是说你给他一个概念，然后绕着这个人的所有的关键字，哪一些字眼呢，在这个人身上出现最多？川普的核心的关键字呢，叫做 revenge， 报复。就当他掌握权力了之后呢，他就开始进行大规模对政敌的报复。这种的情况，在许多心眼比较小的政治人物身上呢，常常看到。我只希望现在的民进党开始进行了这一波很奇怪的人事的清洗。不管是呢弊案的爆发，或者是某些职位的异动，希望背后不是单纯的政治报复而已。好，接一下广告。金华城案北检今天第6度提讯沈庆金，你看到他坐着轮椅看起来精神不是很好，状况也不是很好。应小薇同时也被提讯，而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人现身廉政署，他是陈佩琪，他以证人的身份第2度被约谈。我们来看看报道。追查金华城的金流是又有新进度吗？一大早，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就被传唤到廉政署说明。夫人今天来作证吗？戴着口罩，背着包包，迅速进到廉政署，没有任何的回应。但这是他第2次被找来厘清金流。8月底，检联人员大动作搜索，带回柯文哲和陈佩琪。当时他讯后被请回，怎么会在柯文哲确定严押之后再次找他来？不排除检方有新的突破。因为6号北检传唤前立委蔡碧如、民众党前秘书长张哲阳等3人到案，传出重点就在蔡碧如有一份辩监手谕与证据现金有关联。不过9月份时就曾回应，告洪建义我就已经提告了，会告到底，乱泼脏水。因为2017年跟2020年金华城3月以后的事情，其实我2019年我就离开台北市政府了，所以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当时蔡碧如否认，不过检方才约谈完他，接着就传陈佩琪。而在他进到廉政署没多久，检察官也赶来，但几乎是同时间，北检也第6度提讯沈庆金、应小薇2个人被查出涉嫌以捐款的名义有行贿事实。应小薇被严押2个月，沈庆金虽然也透过律师提告，但6号高院裁定出炉，沈庆金抗告失败，高院驳回确定再押2个月，而且不得再抗告。祝先生你还好吗？整个金华城案，除了应小薇的助理吴顺明羁押57天后500万元交保，其他像是柯文哲、沈庆金、应小薇都严押。不过检联这几天动作频频，是不是手中掌握到新的证据？下一步要再约谈谁，令人好奇。来，真宇。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佩奇医师他其实不管是第几次传讯，他其实都是全面配合检调单位他的应讯的需要。所以其实反观我们来看看包含到现在所谓《镜周刊》上面竞检的各种的戏剧剧码的一个揣摩，其实让人家不禁怀疑是说，请问佩奇医师身上是有监听器吗？还是说你们是派了专人去跟踪佩奇医师等等的？我觉得现阶段你看整个戏码已经走向，我真的不禁想要套用赖清德总统当年的一句话有证据你就起诉，没证据就千万不要压人去妨害人身自由跟他的人权，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那当然，我觉得今天的这整个案件，你追金华城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作为台北市议员，我们很想要拜托检联赶快对于金华城到底是不是有不当利益的这一块，赶快去做出判决，而不要去无病呻吟，去延伸出这么多的爆派戏嘛，这让人家非常的担心的是说，你看包含北检，包含到现在南检，似乎看起来现在的媒体办案的速度似乎都比检调单位还要快，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这一块，我们当然是希望检调单位可以有一个明确的证据，赶快起诉。如果你真的有证据，请你起诉。但是如果没有的话，现在看起来各个关系人现阶段都是用疑似有相关的金流，但是有没有对价关系，现在是检调单位没有办法去适时的揭露相关的内容出来，反而是现在透过各种的报章媒体来去凌迟相关的关系人。而今天佩奇医师也是被请回的状态，他是用证人的身份来去讯问嘛，对。那他被请回之后，请问一下，检联现在到底下一步是什么呢？为什么是用凌迟的方式来去对于一般没有任何犯罪状况的一般老百姓呢？我觉得是这个状态之下，真的是精神疲惫的轰炸。所以我觉得透过我不好意思，我们讲的比较实在的，如果进检他真的有这么强大的调查能力，拜托请你到南检去驻派。南检的这整个案件，台盐的绿能状态，现在陈启玉跑到哪里不知道啊？请问一下，我们现在柯文哲这整个案件跟台盐绿能的状态，大家社会大众，我们来去做个对比。现在柯文哲的金华城案件，如果有不法，请你起诉。但是现在台盐绿能的这整个案件，南检是直接放人放走了。你虽然说你有掌握，但你却抓不到人。反观柯文哲案，每一个人该被传的、该问讯的，是不是都有如期到？陈佩琪第二度以证人的身份被约谈，我们看到台北市议员简书培就说，因为金流没有交代清楚，所以陈佩琪转被告的几率非常高，这是简书培的说法。那张义善是以前这个柯文哲的幕僚嘛，他就说，那黄珊珊嘞，那也都没有黄珊珊的角色。那当然，这个包括这个柯文哲的前幕僚们这些人当然希望是落井下石，连篇看好戏啦。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差不多该一个结束了。第一个，你们每个礼拜去讲一些奇怪的一些事实也好，或是奇怪的新闻，比如说在工地交付1500万，或在市长室交付1500万，那个从一般常理判断是不可能嘛。一个开工典礼少着70-80人，多着100-200人，结束之后我一袋钱给你，先拿1500，两大袋1500拿去，背两大袋，不是成为全场注目的焦点吗？开工礼这么大一包，那再来市长室，大家进进出出人这么多啊，纵使有什么密道，但是也很难引耳目啦，电梯也会看得到啦，有监视器啦等等，进到市长室还要登记，今天是某某某、张某某、李某某进来看谁，所以我觉得就大家看到这个戏啊，怪不得每周点阅率啊有点下降，为什么？因为没有新东西嘛。所以如果真的有东西，我赶快柯文哲这是罪大恶极，贪污犯让他一枪毙命。来委员。当然，其实我们现在对这个柯文哲这个金华城案呢，目前有很多的资讯很多从周刊上面知道。那当然我知道民众党的回应都说这是科幻小说了哈。我今天没有这么说，不要再往我们身上贴。我们针对事实来去说。我知道你们很习惯想要贴上来啊，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没有说就不用特别贴了。他今天没有讲科幻小说。我是说民众党之前有讲，之前一直都是说这是科幻小说嘛。我说民众党嘛，之前都会觉得这是科幻小说嘛哈。
但确实大家发现说，可是有很多被讲科幻小说的内容 ，USB 啊，1500万啊，好，这是钱啊，等等等，又一一的又大家就啊。这个好像又被讲中了，后来陆陆续续大家发现，所以到底周刊的内容这个报道是不是真的是假，我也没办法，我也没有能力去求证，这毕竟还是检方的事情。可是我只能说，我觉得很好，陈佩琪他配合检方真的很好，我也希望柯文哲多配合。好，我也希望柯文哲多配合。你觉得他没配合是不是？那之前你让他出庭，他不出庭嘛？或者他觉得累了我就想走嘛？就说我也希望柯文哲多配合。我会认为，不管是柯主席的案子，还是陈其瑜的案子，我觉得在当赖清德执政之后，我觉得伤害最深的反而是司法。老实讲，我们都听说司法是这个皇后的贞操不容于质疑，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北检乱抓人，南检会放人，那变成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司法，我们到底。我现在如果是现在重新再做一次民调，我常常讲过，我看到那个民调是70%的人都很认同警察跟消防人员，只有40%的人认同司法人员。我觉得这个现在如果再做一次民调，这可能会更低，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司法就简直不要讲说笑话，而是他们一次又一次他们做出的这个公共的 public announcement 就做出来公共的回应，那都是让我们觉得说你是在讲什么？你到底是你知道你们自己在讲什么吗？你们到底是在编故事还是在掩盖证据？变成说现在的司法我们已经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公正的。就以一个民主法治国家来讲，当你司法无法确认的时候，当你无法确认真实的时候，这其实对所有都是警讯。是，这刚才洪委员讲了一句话，这个很值得大家去想一下了哈。周刊讲呢，我原来开始是跟他的想法是一样，周刊讲的周刊你讲了呀，过几天怎么都真的，一讲啊就真的，一讲就真的，好厉害哦。周刊都可以做梦到哦，这里面难道没有这个检联里面提供资料，怕死嘛，没人被审。当然嘛，在公这个是里面来讲，所以人家讲是检联调跟进检就合在一起办案嘛。我要强调就是回应刚才的佩祥委员所提到的。司法伤害其实是很大的，然后法务部长还大嚷嚷说啊，绝对都我们查过，都没有正常查无不法，对，没正常乱公开、大公开，我觉得伤害最大在这个地方。是，来，湘王哥，我在看这个案，但我们还是尊重这些司法啦。那反正案就要办嘛，要去看法官最后的起诉或不起诉。那起诉书怎么写的？反正你总要有个东西给大家交代。可是我比较在乎的，因为我们在媒体工作，我在乎是媒体的角色。台湾的一排。